殷秀贤凭借《10节姻缘》一书，成为了韩国首位获得罗瑟林文学奖的作者。他的签售会总是人山人海。不久后，他如愿以偿地生了孩子，家庭和事业双丰收，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。然而，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。在一次公出中，家中的儿子建宇突然高烧，周末医院不开门，丈夫只能给建宇吃退烧药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航班安全降落，但当秀贤再次打电话询问时，电话却无人接听。他的母亲开了一家餐馆，生意非常好，没留意到手机响了。他出发前特别嘱咐妹妹和助手，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，工作的事可以先不管。秀贤也不想再打扰人，但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安。他立刻取消了行程，改成最早的航班返程。靖宇在后院玩得好好的，看到突然回家的妈妈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秀贤的生日快到了，靖宇想录首歌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，坚持要秀贤进屋，不让她偷看。厨房里忙碌的丈夫，她拿出手机，抱歉地说自己没听到电话。谈话时，秀贤感觉到丈夫的神情有些躲闪，她揭开丈夫藏在身后的手，手里竟握着一瓶镇静剂。她的丈夫曾在 ABS 工作，他是一位正义感十足的记者，他坚持揭露新任首尔市长的丑闻，私底下他是个多么糟糕的人。对方势力庞大， ABS 不敢惹，只能解雇他。自从丈夫被解雇以来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。可是秀贤万万没想到，生活已经困难到要靠积蓄维持。这时院子里传来狗叫声，秀贤走出了门，院子里空无一人，找不到静静的踪影。大门敞开，夫妻俩非常着急，他们在附近的每条街道都找过了，跑过一个路口，秀贤支撑着回头，只看到一双散落的鞋子，除了那双鞋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建宇仿佛从人间蒸发了。夜晚降临，警局也没有好消息，附近的便利店也没有建宇的踪迹。秀贤精疲力尽，似乎看到前方聚满了警察和人群，他不敢想象，昏昏沉沉地向那边走去。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那个小小的身影被抬过他的面前。秀贤紧握着建伟的手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送进抢救室，双手颤抖，不停地自言自语，希望这场噩梦能快点结束。妹妹接到坏消息，带着母亲急急忙忙地来到医院，医生宣布了最终的诊断结果，情况不容乐观，可能需要做最坏的准备。整个走廊顿时响起一片哀嚎。秀贤呆坐在家属等候室，什么也不吃喝，一想到建宇就忍不住流泪。母亲看不下去女儿这样，硬着心肠劝她让建宇离开。秀贤彻底崩溃了，本不该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痛彻心扉。但母亲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建宇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说不出话来，眼睛也睁不开。如果不下决心，他的痛苦也不会比秀贤少。秀贤走进手术室，过去的温馨记忆像走马灯一样闪过，清晰可见。第一次站起来，第一次叫妈妈，第一次生病，都深深刻在秀贤心里。没想到这些都成了最后一次。细心慰藉和剪指甲的场景让他哽咽，说是母亲会带你回家。话音未落，新店监护仪的波形变成了直线，选了风景最美的墓园，为送建宇送行。秀贤抱着骨灰盒，回忆他说过想变成星星，带着母亲在星空下飞翔。秀贤心碎了，手握骨灰盒久久不放。夜里回到那熟悉的地方，有人在事发地点搭建了哀悼墙，他靠在建宇曾躺过的那个地方，泪流不止，哭到几乎晕厥。新闻报道了几起车祸，肇事司机逃逸后被抓，大家都呼吁要加重刑罚，但肇事者自然不愿意。医生说事故发生时，如果能马上送医，很可能不会有生命危险。而被告的律师却狡辩，声称司机是想抢救靖宇，所以急忙把靖宇带上车。但当靖宇不再呼吸，被告因极度恐慌而失措。被告的律师把责任推给秀贤，说是他让孩子独自留在院子里，并且那天秀贤最后一个回家，他没有把门关好。作为一位母亲，她有些掉以轻心，责任不应该全部由被告承担，这让秀贤感到自责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尽到了母亲的职责。茫然地在街上走着，看到其他幸福的家庭，仿佛感觉到靖宇又牵起了他的手，这是秀琴一直期待的瞬间。他从靖宇手中接过饭勺，眼含泪光，但回神后发现这一切只是他的奢望。法庭很快做出了判决，综合所有证据，裁定被告犯有重罪，包括肇事逃逸和致人死亡，但因被告主动自首并表示悔过，考虑到他是因为慌张才意外造成了事故，法庭最终判决被告入狱2年半，外加4年缓刑。建宇的爸爸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冲上前去要求公正。司机虚伪的下跪，承诺会深刻反省。秀贤在旁边听着喧闹，一言不发。等人群散去后，他默默地盯着手机看了许久。这个司机不是一般人，他给一个神秘的人打了电话，
对方伸出了援手，他表示感谢。这人是当地极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事情平息后，司机给他妻子打了电话，秀贤抢在前面挡住了他，要求他郑重地向剑宇道歉。司机却笑了，递过一张名片，说打个电话就能解决，一通电话就能搞定一切。秀贤气急败坏地抓住司机，最终被推倒在地。他不愿意就此放弃，紧抱着司机的腿，恳求他认真向剑宇道歉。但司机这样的人，怎能期待他真心认错？他反而怪罪剑宇，因为这场车祸，他损失了不少合约，希望事故远离他，偏偏就是撞上了他的车，这才是司机的真实想法。尽管是大雪纷飞，秀贤心中却燃起一团火，他暗下决心，要为剑宇亲自复仇。秀贤重新坐回车里，踩下油门，飞速前行，直到司机也体会到剑宇的痛苦。这时，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。这次，他站在了被告席上，面对法官的质问，秀贤断然回答，一点也不后悔。如果再有机会，他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也没有寻求从轻处理。法院最终判了秀贤7年监禁，他的书籍被各大书店撤价。昔日知名作家，一夜之间成了杀人罪犯，从巅峰跌至谷底，一切都来得太突然。转眼间的事，在上警车前，秀贤回望着丈夫，眼里满是留恋和愧疚。丈夫在电视台直播，在报道秀贤案件时，主编提醒他控制情绪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放下了手中的演讲稿，继续说秀贤只是个失去孩子的母亲，法院放过了真正的罪犯，却把一个受害者的母亲判为凶手。这番话一出，可能意味着他也将失去这份工作。秀贤和其他囚犯一起被送进了女子监狱，面无表情，看不出任何感情。次日，监狱收到了很多信件，大部分都是写给秀贤的。她坐在角落里，兴趣索然，连丈夫的探访请求也被她冷漠拒绝，只得请狱警转交给秀贤一份文件，文件中包含丈夫以及支持者们的请愿信，劝她务必保重身体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丈夫调查了事故司机的背景，那人是名叫黄志熙的律师，事发时他的血液酒精浓度只有 0.03， 他住在青潭洞的一家酒店里，那是一家只接待高级成员的酒店。丈夫怀疑黄志熙通过关系篡改了血酒测试结果，让服务生调出监控录像来查明真相。突然发现黄志熙不是独自一人，他的伴侣居然是未来的首尔市长、现任议员金俊。秀贤在监狱中孤独一人，默默完成自己的每一项工作。他从不与任何人交流，看到衣服上的熟悉图案，让他又想起了监狱的日子。只有沉浸在回忆中，他才能找到继续生存的动力。但回忆越多，内心的痛苦就越深。这种精神上的痛楚，甚至掩盖了身体的痛感，连缝纫机针刺穿手掌，他都没感觉到。这种痛与失去亲人的痛相比，对一个母亲而言又算得了什么？秀贤站在草坪上，转身寻找剑宇，但四周一片空旷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走进森林深处，周围充满了剑宇的笑声，却始终看不到人。秀贤不停前行，眼前却浮现出那天回家的情景。他记得自己确实锁了门，是谁把门从里面打开的？母亲收到通知后来探望秀贤，他看着母亲泪流满面，抬头说：“妈，我记得我锁门了，我真的锁好了门。但见云是怎么出去的呢？他根本够不到大门的锁。”丈夫夜以继日调查黄志熙和金俊之间的关系，发现连法官也与他们有往来。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一开始就感觉到不公平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丈夫接到了金俊的邀请，急忙赶去。金俊死不承认和黄志熙有关系。丈夫发现有人可以伪造酒驾记录，就是警察局长。黄志熙的案子被一个姓黄的法官审理，负责辩护的律师和金俊有勾结。如果金俊所说是真的，那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帮一个陌生人？尤其是当丈夫失去第一份工作，正在准备举报金俊贪污时，而黄志熙当时是劳务行业的代表，看来他应是金俊的左膀右臂。金俊看起来毫无慌张，让秘书拿来了事发当天的监控视频。观看监控的丈夫大吃一惊，这段视频绝不能让秀贤看到。监狱里的秀贤收到一张纸条，狱警问他为什么不见访客，他还是像刚进来时一样沉默。狱友开始嘲笑他，竟说这位知名作家如此可怕，手被缝纫机扎穿都没反应。只有一个年长的狱友理解他的苦楚，工作时总是尽量帮他分担，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，寒冷的心开始融化。当秀贤的手痊愈后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狱友，甚至送给他一副新的老花眼镜，作为这段时间的感谢。圣诞节那天，监狱组织了音乐会，秀贤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看着这些和监狱里年纪相仿的孩子们，不知不觉间出了神。台上的指挥官也注意到了他的凝视，他的目光也吸引了指挥官的注意。在为家庭争取正义的路上，丈夫权衡了所有利弊，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。
秀贤的妈妈接到了通知，她才知道订了去美国的机票，她将前往美国成为特派记者。至于秀贤的情况，除了她的母亲和妹妹，没有其他人关心。从韩国到美国还不清楚，丈夫还需多少年才能回家？这一次的离别，可能意味着长期的分离。秀贤思考了很长时间，终于同意了丈夫的看法。她没有提及任何调查的事情，秀贤也没有询问，而是决绝地告诉她，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两人的人生可以各走各路。秀贤的表情冷漠而坚决，谁也没想到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一直处在黑暗中，让眼泪随意流淌。时间转眼来到2018年，狱警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在送走年长的狱友后，他在画册上勾勒了出狱后想去的地方，在南方的尽头，那里有海有山，还有芦苇田，山顶上有一棵能实现愿望的神树。他希望所有因他不幸的人都能重新找到幸福，但这个地方他不能去了，狱友去不了那里。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，他没剩多少时间了。他之所以要说，是因为不想让秀贤再次措手不及的面对离别。说完后，狱友坦诚了罪行，在发现丈夫出轨后，她想复仇，故意纵火夺走了4条人命，只留下了一个男孩。狱友写了很多道歉信，却一直没勇气寄出，希望秀贤出狱后能帮他把信交给那个男孩。3年后，金俊为了打败其他总统候选人，秘密设置了不少障碍。李银元的女儿巴玲是个把柄，她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把柄。至于孙议员，他的过去处理得很干净，找不到任何污点，但孙议员的太太是上9学院的校长，也许可以从这里下手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黑影悄悄进入学院，找到了保险箱的位置，成功解开了密码。他仔细地查看了笔记本的内容，还拍下了校长室里的古董。路过的保安注意到了异常，紧急召集人手赶来，但那人已经提前离开，把偷来的资料交给了金俊的秘书。他的下一个任务是跟踪崔议员，找到把柄。经过7年的牢狱生活，秀贤终于重获自由。他首先去看了剑宇，轻抚着照片，那撕心裂肺的痛依旧存在。秀贤紧抱着剑宇的墓碑，沉沉入睡。雨水湿透了他的头发，慢慢睁开眼睛，眼前是一把雨伞和一张熟悉的脸，但秀贤就是想不起他是谁。他匆忙离开了。男人望着他的背影，久久未动，终于决定追上前，把伞递给了他。秀琴出狱的那天，母亲在家准备了满桌子的菜，他在门口犹豫了许久，最后按响了门铃。7年后，母女终于拥抱在一起。他握着秀琴的手，言语中满是难以言喻的心疼。肉体的伤可以愈合，心灵的创伤又该怎么办？妹妹又历晋升了，成为了时尚界的知名设计师，还开了自己的奢侈品店。秀贤非常感激她一直照顾着母亲。佑丽时常想起自己曾是孤儿的日子，多亏了秀贤和母亲的照顾，才得以安然。这份恩情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。秀贤向警局了解过去的火灾案件，可惜2005年的记录已经丢失。他又去了火灾发生的地点，这曾是一家民宿，火灾后改建成了餐厅，还建了一个福利中心，里面有心理咨询师的联系方式。秀贤决定亲自去找。回忆起自己当讲师的日子，学生们从未缺席过，很多学生还说过他的课简直是全球最棒的。那些场景让秀贤不禁有点心酸。心理咨询师给一位火灾幸存的男孩做了心理评估，他对火特别恐惧，有严重的幻觉，对外界抱有极高的戒备。心理咨询进行了一半就宣告失败。咨询师承诺，一旦找到当年的资料，就立刻联系修行。佑丽给秀琴送了一双高跟鞋，跟她自己穿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佑丽去美国出差了，两人聊得正欢，佑丽突然提到秀琴的丈夫要回国了。告别后，秀贤不知不觉走回了曾经的家。坐牢期间，她一直担心耽误了丈夫的前程，不听佑丽的劝告，坚持要求和丈夫离婚。恍惚之间，秀贤仿佛看到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。可惜时间已经不同，一切都无法回头。房子里的家具都盖上了防尘布，与孩子的往昔生活历历在目。秀琴呆呆地看着，想要走过去，却被现实给沉重打击。原来只是一场幻觉。她轻抚着孩子的衣物，心中感觉像被撕裂了一样。她一遍又一遍地哭诉：“是妈妈对不起你。”清晨，秀贤离开了家，锁门的声音唤起了他的记忆。那天事发时，他似乎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。接到咨询师的电话，资料终于找到了。秀贤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幸存的男孩，他的名字是全上绿。与此同时，有人在跟踪崔议员。他去到了山腰一处隐秘的别墅，深夜时分，成功拍到了对方奢靡的生活场面。这应该能成为把柄。正打算离开，但保镖先一步发现了他。男人反应敏捷，但毕竟难以2敌4，虽然逃脱了，却也轻微受伤。秀贤四处打听，
最终找到了全善律在废车厂的工作地点，曾与他擦肩而过，双方都未注意到对方。当秀贤找到受伤的男人时，认出他正是那天给他送伞的好心人，他也是火灾的幸存者全善律。秀贤拿出狱友的笔记本，里面有一本存折和关于当年火灾的报纸剪辑。对全善律来说，这是导致他无法与家人团聚的罪魁祸首，是杀人凶手留下的东西，光是一看就让人恶心。尽管秀贤转告狱友真的很抱歉，但道歉又能怎样？道歉能让死人复活吗？能让一切回到从前吗？还是只是让罪犯减轻负罪感的方式而已？善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狱友临终前让秀贤好好照顾善律，他牢记自己的承诺，每天一大早就去善律家门口等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可是善律即便见到他一就当他是空气好了，根本不理会他。秀贤并没有放弃，一天又一天，即使每次都被置之不理。那个晚上，秀贤正打算回家，却突然目睹了一场车祸。起因是司机差点撞到一个小孩，幸好一位好心女士及时救了他。在躲避过程中，他不小心丢了带母亲照片的项链，他急忙在草丛中寻找，秀贤帮忙找到了那条项链，并对那位女士说，他也失去过生命中重要的人，可惜最终从未听到罪犯的忏悔。秀贤深切地感受到那种骨刺般的痛苦，所以他回来找善律，希望他不要陷于同样的痛苦。看着秀贤离去的背影，善律沉思起来。秀琴的丈夫允浩重返 ABS， 荣获梅田协会大奖，并晋升加薪，成为了新闻部的部长，不再是那个无名小卒。看着金俊送的贺礼，他嗤之以鼻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允浩回到韩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秀贤，多年未见，秀琴依旧。秀贤试图抗拒他的触碰，眼泪却泄露了他的真实感受。允浩紧紧抱住他不放手，生怕一转身就真的错过。这次秀贤再也找不到推开他的理由。小狮子特地赶来庆祝他们的重归于好。婆婆从来就不待见秀贤，这次聚会她迟到了足足1个小时，一见到秀贤就一脸想把他吞了的样子，却还假惺惺的上前抱了抱。在允浩面前，婆婆总是装作慈母的模样，秀贤也已经习以为常，只要一没人在场，婆婆就露出她的真面目，警告秀贤别指望她会真心接纳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怪罪到她头上。允浩却仍然想要挽回关系，若非允浩坚持与婆婆断绝往来，婆婆是绝不会再让秀贤踏入家门一步。深夜，两人一起享受远处的美景。允浩拿出准备好的礼物给秀贤，回想当初求婚时说的话，无论如何都要携手共度。分开太久了，是时候再求婚一次。他承诺以后的日子会一直在一起，却没留意到旁边有人看到了这一切。秀贤和他回到家，正好碰到住附近的女邻居，看着人家的孩子，秀贤不禁想，如果建宇还在，也许也有这么大了。秀贤没留意到女邻居在看允浩时露出幼稚的表情。允浩成为黄金岛新闻的主播，还主持了特辑节目，人气和收视率都很高。社长借此机会提议让允浩和秀贤一起上节目，考虑到妻子可能会不自在，允浩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。老板说这是为了引人注目，但实际上这是为了看清秀贤究竟是不是流量担当，还是允浩的软肋。佑丽和他妈妈想的一样，他们不想让秀贤出现在公众面前，害怕那些杀人的言论再次刺激他。在另一个地方，一个暗房里贴满了秀贤的照片和他的社交关系图。谁会这么关心他的私生活呢？为了丈夫的未来，秀贤决定出演 ABS 特辑。这次邀请可能是个转机，也说不准。节目顺利播出，他们成了热门话题，讨论的主题是失去孩子后他们是否能重新开始。秀贤对大家说，她只是一位母亲，却突然失去了孩子。虽然她一直告诉自己要接受现实，但她做不到。时间能冲淡一切，这话对她来说没用。狱中生活非常苦，正因为如此，秀贤决定重新振作，好好照顾剩下的家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神秘人把一封信交给了 ABS 的工作人员。秀贤回到了休息室，接到了单驴的电话，是关于那本日记的。单驴说他不确定能否原谅凶手，但他会好好看看。秀贤低头看到桌上的信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居然找到了袁浩出轨的证据。那刻他觉得天都要塌了。可是照片里的女人是谁？寄来信件的神秘人究竟想做什么？自从知道丈夫袁浩有外遇，秀贤真不知道怎么是好，她整天都心神不宁。回到家，秀贤小心地拿出那张照片，仔细看了好一会儿。那天录制节目，她一看到信就冲出门去查个究竟，可惜不知道信是谁送来的。允浩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，但秀贤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佑丽和妈妈来家里聚会，全家人难得团聚吃饭，秀贤不想让气氛尴尬，这次没有提起袁浩的出轨。晚饭后，秀贤觉得有点消化不良，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。袁浩在外面喊了半天，他都不开门。
只好事先在餐桌上准备好他的药。但秀贤脑海中全是那张照片里的女人。一大早，袁浩就忙碌在厨房，他特别嘱咐秀贤不要太累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家里的事忙完后，他又要忙着去照顾弟弟。提起秀贤的情况，允浩很是焦虑。秀贤这段时间看起来不太对劲，也说不清楚是什么问题。尤里发给秀贤的短信一直没得到回复。回想起前一晚秀贤心神不宁的样子，尤里非常担心。出狱后，秀杰选择在养老院做志愿者，除了照顾老人，还得帮忙后厨洗盘子。这样忙碌，却依然没忘记那张照片的事。究竟允浩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轨的呢？那封信到底是谁寄来的？单律约定今天跟秀贤见面。出发前，他特意做了一番调查，了解了秀贤辉煌的过去，以及孩子去世之后，他是如何一落千丈，陷入谷底的。这样的巨大起落，换作是别人，还能振作起来吗？秀贤向 ABS 的员工询问那机器人的样子，但那天太忙，他也记不太清了。单女提前来到，秀贤赶紧藏好照片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老人的混账儿子冲进养老院，来抢夺母亲的存折，看着花盆就要砸下来。单女第一个挡在了秀贤前面，她立刻暴怒，代替老人教训了那不孝子。结果两人一起被抓进了监狱。如果不和解，他们可能都要接受处罚。幸好秀贤及时赶到，声称自己是尚律的监护人，成功保释了他。刚才的事，尚律没做错，这一点大家都明白。但这个世界太复杂，一旦行事鲁莽，大家只记得尚律的过去。这是秀贤的亲身体验，他想对尚律说的心里话。秀贤把狱友的日记还给了单律，严肃地告诉他不要让伤口恶化，如果读后感觉难受，随时都可以找他。单律提醒秀贤，他看到了那张出轨照片，是用胶片相机拍的，拍这照片的人很专业，如果秀贤有需要，也可以联系他。邻居在街上偶然遇见正在闲逛的秀贤，主动邀请他到家里坐坐。他家很大，平时只有他和儿子2个人住。他一直想跟秀贤好好聊聊，因为他儿子有个财务问题，还得过一种奇怪的病，每次发作都会吐泡泡，同学们都叫他泡泡怪物。直到有一天，秀贤的孩子建宇安慰了他，告诉他不是怪物，而是个踢球超帅的哥哥。这些都是秀贤教给建宇的。邻居一直很感激他，发誓这辈子都要报答这份恩情。少女回到家，不停地回忆秀贤的话，抬头看到桌上的日记本，还是没勇气打开它。秀贤准备了红酒，允浩也挑了他最喜欢的花。当调到美国工作，允浩出尝了几种酒，总想找个机会和秀贤一起喝酒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这次谈话不像以前那么轻松，反而感觉越来越沉重。袁浩小心地问起来，直到秀贤拿出了那张照片，他的表情立刻变了。于浩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他真的不想失去秀贤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声对不起，保证那只是分开期间发生的事，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。秀贤淡然回应，如果真如他所说，那就让这事过去吧，毕竟已经决定重新开始，这张照片也该丢了。崔议员放弃初选，公开支持金俊议员，这其中少不了尚律的功劳。女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本想留下过夜，却被尚律冷淡拒绝。他脑海中一直回想秀贤对狱警说的那句话，我是他的监护人，不由自主笑了起来。女友很少见到尚律这样的笑容，虽然不知所措，但也感到开心。秀贤和允浩的特别节目顺利播出，母亲看着节目不由得眼圈红了，没有注意到背后有个怪人，那人默默地留下残酷的记忆，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节目反响很好，观众们普遍对秀贤表示同情，同时在看节目的京剧，眼神逐渐变得凶狠。允浩半夜醒来，发现秀贤不在床边，他在窗边站着发呆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允浩也不敢上前打扰，他要求员工拿来那天录制的监控，找到了那个送信的男人，但对方裹得很严实，完全看不清脸。与此同时，第2封神秘信件也准备好了。佑丽忍不住问了出来，为什么姐姐最近这么乖，甚至不回她的消息？秀贤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提到在监狱提离婚时，真的想推开允浩，所以说了些很伤人的话。人心真复杂，当秀琴得知允浩和别人有关系时，她反而更舍不得了。听到这些，佑丽很担心，问秀琴知不知道那女人是谁。得知允浩曾说，那人对他来说就是个无关紧要的过客。佑丽安慰秀贤，即使过去了，介意也很正常，但回头真的没必要，不如就此放过吧，反正他真正爱的只有秀贤。佑丽还强调，他看得很清楚。秀贤妈回到家，拿走了今天刚到的信，一边打电话闲聊着，毫无戒心地拆开了信封，又是那张出轨的照片，接着就是手机掉地的声音。他紧张地冲回家，地上满是乱七八糟的照片，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。秀贤在周围找了很久，
最后在车站找到了他，看到受伤的女儿，还试图安慰自己，母亲心里更是痛苦。秀贤失去了孩子，在冷冰冰的监狱里受尽苦头，怎么能忍心这样伤害他呢？换谁都想不通。夏绿去了福利中心，向修女索要了一张男人的照片，原来他就是送照片的人，却查不到医疗保险记录，也找不到他现在的住址。夏绿骑着摩托离开，几辆黑车紧跟其后。宇浩今天的工作告一段落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问他是否借了照片，还索要了酒店地址详谈。他正准备出发，这时接到秀贤的电话，然后谎称今晚要加班，可能回家会晚一些。不知道秀贤已在公司门口等他，转身见他开车离去，加班的谎言立马露馅。秀贤叫了辆出租车，心里不安地跟了上去。驱车行了20分钟，看着允浩开进酒店的停车场，他的心瞬间碎了。不是说好不跟那个女人，就是过去的事了，已经断了。秀贤沉重的迈步，小心地跟允浩上楼。与他约好的人开了门，居然是那个承诺要报恩的邻居。就他们俩，真是秀贤想象中的那种关系吗？他在门后站了好久，最终还是没勇气按门铃。记起邻居之前的话，说要一辈子报答秀贤，还有丈夫的承诺，不再让她失望。俩个骗子，他们怎么能那么理直气壮，对一个受了伤的女人说出那样的话？同时，山绿通过后视镜看到后面的飞车，他加速了，与对方展开追逐，成功摆脱了危险。夜晚来临，山绿打电话给京剧秘书，让他查一下那个跟踪者是谁。秀贤在天台上站着吹风，思考了许久，还是决定给允浩发短信，直说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。允浩慌了神，急忙开车回家，但家里根本没秀贤的踪影。他试图打电话给妻子，秀贤却根本不想接。刚把车开回家，看到了袁浩和邻居的车都停在附近，想了想，他去了邻居家，两人对峙着。秀贤还是先开口了，打破尴尬的沉默。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，邻居也不再找借口，承认在秀贤坐牢期间，他们悄悄发展了关系。但那照片不是他寄的，宇浩今天要见他，目的是搞清楚那个机器人是谁。宇浩试图解释，秀贤却不想再听任何解释。他追上前去拦下，秀贤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，他还能怎么办呢？明明已经尽力原谅对方的出轨，结果他们还厚颜无耻的再次出轨。袁浩再三保证，绝不会有下一次了。但秀贤一被他触碰，就觉得非常恶心。这种状况下，他们显然无法再住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秘书已经查出了跟踪者的真实身份，竟是被金俊击败的崔议员。秘书警告他，如果他不安分守己，就会把掌握的把柄公之于众。崔议员吃了哑巴亏，顿时气焰全无。单绿很久都不愿意回家，坐在楼下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不知不觉中时间流逝，他终于带着沉重的脚步回到那个毫无生气的房间，桌上还放着那本日记。回想起秀贤曾经说过，如果看完还觉得难受，就联系他。尽管如此，单女还是没勇气打开那本日记。妈妈了解秀贤的苦楚，主动建议他留在家中。秀贤决心要找出是谁寄信的，但妈妈问他，即使找到了又能怎样呢？都忘了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了。妈妈根本不关心这些，她只希望秀贤能过得好，不要被外界的事情影响。妈妈的话，秀贤终于接受了。他拿出那张照片，撕成了碎片。但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宇浩一心想要找出机器人的真身，他向在金店工作的朋友求助。这位朋友曾是个出色的刑警，在寻人寻物方面，只要出价合适，没有什么办不到的。连平时疼爱妻子的允浩也出轨了，朋友也感到非常意外。他提醒说，能拍到这种照片，说明有人已经跟踪他很久了。刚回到电视台，接到了社长的电话，金俊已经在办公室等他很久，两人见面便是一阵虚情假意的寒暄。金俊没有多说什么，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你和你妻子关系还不错吗？”这让云浩心生疑虑。他试探性地问金俊是否是机器人，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，但允浩已经确信，即使不是他干的，肯定也和他脱不了关系。自从搬回来和妈妈同住，秀琴的生活过得很惬意，每天帮忙照看烤肉店，或是打扫家里。当他整理房间的时候，他在垃圾桶里发现了那些被撕碎的照片，还是忍不住在想，到底是谁借的，又是出于什么目的？尚绿发了条短信过来，邀请秀琴一起吃饭。他本打算拒绝，但现在也没什么事做，买了午餐就直接去了尚绿在飞车厂的工作地点，聊起了尚绿的工作。他对这里非常满意，目前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单女问秀贤为什么现在还没工作，秀贤说自从出狱后一直都很忙，早忘了有心事要做是什么感觉。单绿没有家人，朋友也寥寥无几，平时的饭都是靠泡面，每次见到他身上总有新的伤口。因此单绿说他有份赚钱多的兼职，
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。秀贤手上也多了道小伤，单律关心地问他痛不痛，秀贤眼含泪光，倔强地摇头说不痛。单律能理解他的感受，与心里的伤比起来，身体的痛算什么？临走前，山里提到了那张照片，说是用胶片相机拍的，这样就排除了用数码拍摄的可能。他问秀贤是否需要帮助，秀贤没说话，只是递给他一副药，让他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再受伤了。女友带来了调查结果，查了一下，福利中心那个男人常去非法赌场，想讨女友开心。山律带他出去兜风，脑海里却全是秀贤的关心。秀贤重新拼起丝丝的照片，背后发现了一个网址，但第一张照片背后没有这个网址。秀贤在浏览器输入网址，跳出的是一条车祸新闻，下面署名是记者珍惜。秀贤联系了几家电视台，终于找到珍惜的邮箱，成功发了封邮件。电话突然响了，是婆婆约秀贤见面。婆婆异常热情，带着秀贤四处购物。嫁过来这么久，婆婆头一次这么大方。俗话说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允浩作为公众人物，秀贤和他分居，可能影响他形象。再说，当初秀贤是自愿复合的，现在这样闹是怎么回事？秀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婆婆不关心她的感受，也不问究竟怎么了，只让秀贤注意表情，别让旁人看出端倪。秀贤提着大包小包，心里委屈，回了娘家。她坐在沙发上无助地哭，看到妈妈发来的短信，说她在和朋友聚会，让她好好的休息一下。秀贤怎么可能不知道，她妈妈一直在店里忙个不停，她是怕我担心，所以才撒了那个谎。佑丽急忙赶回来，心里很是难过，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边说边，佑丽不知不觉中眼眶也红了。她在宇浩家门口等好久，质问宇浩为什么要和邻居纠缠不清。对方说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也希望能抹去所有事情。秀贤以前工作的大学邀请他回去做特别讲座，妈妈希望秀贤能过自己的生活，不要整天困在家里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他的伤可能永远也好不了。即使他不想站在大家面前，也可以写书，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就行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就响了。之前联系的记者珍惜约秀贤见面，他听说秀贤想了解那次车祸的受害者，珍惜感到非常惊讶。他再三确认他真的想知道这件事。得知真相的秀贤非常震惊，让小叔子查了那个女人的住院信息。另一边，单女来到了一家伪装成公共浴室的赌场，之前让女友帮忙查的那个男人常赌博，经常进出监狱，这个赌场是那个男人的常去地。单驴在人群中寻找，没有看到那个男人。不久，走廊里突然传来喧闹声，看到那个男人被保镖推搡着出来了，赶在警方调查之前抵达。路上一片混乱，战略性地拉着男人躲进房间，看到他从楼上跳下，结果被钉子扎穿了。赌场的人还在追他，单律把他带上车，急送往医院处理。小狮子查到了金英敏的住院记录，秀贤接到消息后赶来探望。在病房里，秀贤见到了那个女人，他的孩子之前撞到了秀贤，她是被秀贤杀害的律师的妻子。看着病床上的他，秀贤感慨万千。这时单驴开门进来，正好看到秀贤，秀贤显得很无措。监护仪突然响起警报，病人开始全身抽搐。单驴扔掉手中的饭盒，第一个冲上前进行急救。秀贤看着这一幕，脑海中全是孩子去世的情景。单律抢救的是金恩敏，他和害死秀贤孩子的律师是夫妻。他感到丝毫放松，已经听不到周围的喧哗，呆呆地站着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为什么单律会在这里？为何这么关心金恩敏？他解释说，只是不想再看到人死。秀贤拦住即将离开的单律，却被他甩开。他突然改变了态度。秀贤不知所措。单律回到家，眼里含着泪水。他走进浴室，镜子里看到自己全身湿透，回想起许多往事。金恩敏终于度过了危险期，但短期内还需要持续观察。从小叔子那里了解到，他因为脑部受伤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，偶尔有个儿子会回来看他，他仍在昏迷中。单律的女友在照顾他，手术虽然顺利，但没2-3天他就无法醒来。女友感到很困惑，不明白单律为什么要找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人，他还是接受了，承诺会完成单律交代的任务。秀贤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照片背后要写上王子？记者珍惜曾说，那起车祸看起来不像是意外，更像是一起有预谋的案件。秀贤走访了警局，并到车祸现场附近进行调查。那是一个直角弯道，转弯处有斑马线，通常都会减速慢行，这种地方几乎不会发生车祸。看起来像是有人故意在看到金英敏后踩下油门把他撞飞。这样一想，秀贤给法院打电话申请查看案件判决书。秀贤的母亲一整天没见到他，他出门倒垃圾，正好遇到来道歉的允浩。
他不敢说这是无意的，但他真心为秀贤一家感到抱歉。自从孩子去世后，秀贤和他都快要崩溃了。这当然不是出轨的借口。每次允浩从噩梦中惊醒，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，他真的感到害怕，担心连秀贤也会离他而去，不断的感到后悔和自责。他多希望时间能倒流，回到那个温暖的家。门外的秀贤也听到了这些话，但她还是没勇气进去和丈夫对话，只能去找妹妹佑丽诉说心事。看着佑丽跑向她，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温暖。两人手牵手回到儿时常去的公园，感叹时间的流逝。佑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这些年秀贤一直把佑丽当成一份珍贵的礼物，未来也许也会这样。岳母带来了好消息，秀贤同意回家了。允浩急忙赶回家，又是一次真诚的道歉。秀贤已经做出了决定，允浩破坏了男人之间的信任，他所谓的担心全是谎言，这只会让秀贤更加心痛。这种伤害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抹去的，但让允浩离开秀贤也做不到。所以虽然不知道需要多久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否修复，秀贤决定要尽力而为，就当是为了他们失去的孩子。判决书的审查已经通过，事故司机开车时速115公里，而那个弯道的限速是30公里。根据珍惜的了解，司机住在附近的小区，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限速。秀贤请珍惜多找一些受害者的资料，这样他好整理思路。然后他打开了短信，单瑞一直没回复，没想到他那天突然改变了态度。秀贤还是没勇气联系他。他走进了病房，看到了昏迷不醒的金恩敏，心里一直在想，这起车祸案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。不知不觉中，秀贤睡着了，没接到小叔子的电话。有一群黑衣人在医院打听病人信息，女友马上察觉到了，可能和之前山绿救的那个男人有关。正好在医院离开时，秀贤看到了山绿，急忙跑上楼。那些黑衣人已经找到了那个男人的病房，他们踢他的床，逼他醒过来，还想让他签一个器官捐献的协议。单绿一把抢过来，把协议撕得粉碎。那个猥琐的黑老大认出了他，就是他当天就走的那个人。双方立刻爆发了冲突。秀贤赶到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等保安来平息了冲突，他才敢上前关心单绿的伤势。秀贤不想让单绿白白浪费生命，但对项羽而言，他只是帮一个杀人犯转交了日记。何况秀贤自己也是个杀人犯，他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？下了一整天心情都不好，连女友的电话都没心情接。他蹲在角落，心情越来越沉。秀贤始终在想着那位律师的死，还有孩子生前的每一个瞬间。他脑海中浮现的画面突然转到孩子去世的场景，那夜电闪雷鸣，秀贤仿佛听到孩子生病前的呼救。他从噩梦中惊醒，心剧烈的疼痛，难以再入睡。天亮了，他无目的地漫游，不知多久后才回到家。允浩已经准备好了早餐，他们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只是没有了孩子的身影。秀贤和佑丽都回到家跟妈妈团聚，妈妈腌了很多泡菜，还亲自喂女儿吃，放了手欢快的歌。她的存在成了母女间的快乐之源。工地上的老普进行了34天的抗议，村议员亲自来支持。备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金俊议员代替老普参加了他女儿的运动会。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，议员们不择手段，这位退议员的支持率直线上升。现在他更关注允浩，如果能得到允浩的支持，他的选票肯定会大增。秀贤没放弃山绿，他带着夜宵去到飞车场，山绿才说出心里话，觉得秀贤对他太好了，好到他觉得应该回报点什么。这些天山绿调查的正是金恩敏的儿子，只要见他一面，关于照片的事就能明了。但秀贤其实不需要他做太多，只希望好人能安然无恙。秀贤抬头看着夜空中的星星，旋律向他解释道，那些是双鱼座的星星，传说是一位古希腊女神和她的儿子在散步，遇到一个怪物，吓得他们跳进了水里。女神为了不和儿子走散，就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脚绑在一起，从此他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这就是双鱼座的由来。话毕山驴，坦白说，我还以为秀贤不会再来看我了，但秀贤却这样说。他之前说过要成为山驴的监护人，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，他要亲眼看着山驴过得好，做他想做的事。秀贤离开后，金俊的秘书打电话约单绿见面，让他去调查允浩的近况，而单友在一旁偷偷拍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允浩邀请秀贤出去吃饭，选择了当前最火的高级餐厅。看着升起的火焰，秀贤突然想起狱友说过的，幸存的小男孩很怕火，但单绿似乎一点也不怕，身上也没有因新晋的火灾留下的烧伤。单绿到底是谁？同时，他回到了金英明的病房，对着躺在那里的女人轻声叫了声母亲。原来单绿的真实身份是律师的孩子。7年前，单绿的父亲被杀，人群在葬礼上闹得很凶。他父亲去世前是个杀人犯，这个身份让他在学校受到欺凌。他暗下决心，
一定要为父亲报仇。秀贤找到的那位火灾幸存者，其实是被上帝救下的敏赫。他把日记本还给了原主，得知放火的凶手已经死了，敏赫怒不可遏，他仍陷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。为什么凶手可以先他一步离世？李赫好奇为何上律要帮他。上律说，因为他们的经历太相似。回到了母亲的病房，上律握着他的手，安慰他一切都快结束了。秀贤偶然遇到了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询问他是否把日记本交给了那位幸存者，这让他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从没提过日记本。上律并不怕火，他身上也没有火灾留下的疤痕，他肯定不是那个幸存的男孩。但为什么心理医生要给秀琴错误的资料呢？心里满是疑问。上律的电话还没再接，女友秀珍担心上律撑不住，抽空去医院照顾他的母亲。出门时偶然被推车撞到太昊，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。秀珍的活泼和体贴很快就赢得了太昊的心，但秀珍接近太昊完全是单律安排的，没有一点真心。还查到单律是金俊的手下，崔议员放弃竞选支持，金俊和孙议员被抓到，所有把柄都是单律搞的。那间满是秀贤照片的房间，当然也是单律安排的。火灾受害者的骨灰安放在诚信灵骨塔，秀贤浏览了全家的合照，那个男孩的眉眼和单律看起来完全不像。第一次偶然遇到上律的时候，他祭拜的坟墓并不在这儿。秀贤接到了上律打来的电话，他正在母亲的烤肉店吃饭，看了一眼时间，秀贤可能不会过来了。单律微笑着和秀贤妈妈打招呼，然后转身离开了餐馆。金俊约允浩见面，最近他正忙着选举票的事情，允浩的忠实粉丝大多是女性，这对选举大有帮助。作为回报，他会在竞选总部选一个夜景很美的地方，做允浩的办公室，这可比他当新闻部长的工资高多了。但允浩和金俊本来就不合，金俊提供的好处里透着腐败的气息，这种好处还是留给他自己吧。但在离开前，金俊警告了一句，总有一天允浩会回头求他。单友已经警告允浩，金俊的位置很高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，但允浩掌握着金俊的把柄。金俊外面有个私生子，那个外遇对象可能还是金俊的帮手，帮他洗黑钱。只要深入调查，金俊的地位就会动摇。离开时，元浩和单律碰了面，他也是来赴约的。父亲葬礼那天，现场一片混乱，还是金俊及时出手制止了。他亲自表达了哀悼，单律表达了深深的痛心，他把单律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上律一直帮他清除障碍，成了金俊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丁俊建议上律回医学院继续学业，表面上是出于关心，他其实在浪费生命，实际上是想让上律继续为他效力。只要选举成功，就会帮助单律的父亲翻案，成为他的坚强后盾。秀贤去车上和上律见了一面，试探性地问起了灵骨塔的位置。上律面不改色，但秀贤已经确定，他肯定不是那个幸存的男孩。秀贤回到母亲的餐馆，确认他和妹妹没有任何异常，这让他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不久，宇浩也接到了丈母娘的邀请，匆忙过来，但佑丽突然看起来紧张了。秀贤清楚地察觉到了，两人似乎都有些不对劲。佑丽解释说，是因为宇浩的出轨，两人因此争吵过。秀贤还体贴地让宇浩理解，毕竟佑丽也是为了他才站出来的。秀贤原谅了宇浩的出轨，夫妻俩最终和好如初。但他还是忍不住去想，为什么机器人会寄来一张看不清脸的照片？另一边，心理医生联系上了秀珍，她是秀珍的阿姨，提供假资料也是秀珍和单律的主意。对于秀珍来说，秀贤就是单律的宿命，只要涉及宿命，她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一定要彻底解决问题。记者很珍惜这次机会，联系上了处理金恩敏车祸的刑警。这个案子没有目击者，也缺乏证据，结案的速度异常快。事故发生后，肇事司机一家搬家了，但是金恩敏的儿子一直在追查此事，网上还发了很多相关的文章。文章中有条留言提到金恩敏的儿子是医学院的学生，想到单律救助金恩敏的那一幕，那手法太专业了，让人不得不怀疑小叔子太昊恰好也是医生。真是巧合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单律是他的学弟，医院墙上还挂着一家人的合照，律师也在里面。照片上的小孩不就是全单律吗？秀贤发了条短信过来，邀请单律见面。在去的路上，他回想起以前的事，那时秀贤曾说，即使能回到那一天，他还是会选择撞向那位律师。秀贤脸上没有任何悔意，这让单律越来越讨厌他。潜入监狱，一直密切关注他的动向，还收买了一些犯人和狱警，帮他传递消息。得知秀贤打算联系苏海岸的幸存者，他出狱的那天，单律已经先一步到了陵园。所有的偶遇都是有预谋的，而那双总是出现在秀贤身边的鞋，其主人正是单律。他费尽周折绕了这么大一个圈，目的就是悄悄夺走秀贤珍视的一切。单律慢慢向秀贤走来，而秀贤也已经想通了一切。来这里之前，
秀贤在飞车上注意到了单驴的项链，项链里是他和金英明的合照。秀贤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单驴会说他是杀人犯，为什么上帝要问他是否想见金英敏的儿子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暗示，他面对的是敌人的孩子，在监狱里受尽苦难，他从未在意过。自从出狱后，秀琴的人生也就此结束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得知丈夫的出轨，发现寄来的照片是敌人的儿子所为。秀贤对单驴说，你可以尽情发泄，但不要把家人卷入这场复仇。单驴失去了父亲，秀贤也失去了孩子，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什么都可能做出来。秀贤带母亲和婆婆去按摩，母亲年岁已高，腰椎有问题，不能再让她为自己操心。秀贤承诺会保护这个家，婆婆还是有些不满。允浩看起来很累，大概是秀贤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。按理说，夫妻俩结婚多年，经历过那么多事，感情怎会依旧？如果是以前，伯伯原来更喜欢秀贤，不是允浩，怎么现在感觉不一样了？秀贤说的话像是个魔咒，一直在尚律的心里回响。秀珍很担心他的心脏健康，明白他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。对尚律来说，最痛苦的就是看着家庭破碎，他现在正经历这种痛苦，所以他偷拍了袁浩的出轨照片。等秀贤觉得自己又幸福的时候，他就一次次地打击，他的家人也要承受同样的痛苦。秀贤去找心理医生，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了，承认是他们俩联手搞的鬼，在资料上做了手脚。真正的幸存者是敏赫，敏赫和单女年纪相仿，敏赫的人生已经被毁了，几句道歉根本平息不了他的怒火。成年人去世了，他不知道该向谁发泄怨恨。秀贤问他，报仇后人生能重来吗？让敏赫好好想想，是继续迷茫下去，还是带着父母的愿望重新开始？秀贤的邻居是准圣慈善基金会的运营者，还是美术馆馆长？他在法国学的艺术，现在和儿子一起回韩国定居了。听说他背后有个很厉害的赞助人，有幅画要让单律转给金俊。他和秀珍一起拿出包裹里的 U 盘，复制了里面的数据。单女把数据毫发无损地送给了金俊。这幅画值50亿韩元，非常符合金俊的身份。单女还带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是允浩出轨的直接证据。金俊已经知道了，单律还是放不下对秀贤的怨恨。正巧他跟允浩也有过节，直接利用单律的怨气，帮忙干掉允浩这个障碍。上有人调查辽景美术馆，确认那儿是金俊洗钱的地方，最近有几十件艺术品被送往国外。至于资金流向，还得等几天才能查明。更重要的是，阿海发现秀贤和单驴见面了，秀贤没告诉真相，最后见面的是一个案件的受害者。允浩没有追问太多，但为了避免事情复杂化，他嘱咐秀贤早点和单驴断绝联系。金俊捐了5亿给医院的重症患者，金秀贤给太后送饭，顺便问了问单驴的来历，得知单驴是在妈妈出事后退学的。单驴性格很好，很懂得照顾人，只是心脏有问题，已经做了3次手术。金英敏的医药费一直是准生基金会支付的，最近还被转到了头等病房。这个基金会是金俊创立的，他握着金英敏的手，嘴上说的全是关心的话，心里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坏秀贤回家的时候，正好看到金俊去了邻居家，他俩的关系比想象的复杂多了。假如金俊是邻居的秘密情人，那允浩和他又是什么关系？单友已经调查到了基金会，金俊要求邻居出国去赌博一阵，只要邻居和他儿子成了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他肯定会毫不手软地清除掉。允浩私下查清了那场火灾的真相，他还是不相信单律就是那个幸存的男孩。一则新闻打乱了他的思路，民营电视台也决定退选支持金俊，这本应是允浩的独家新闻，结果被另一家台抢先报道了。面对台长的指责，他保证下一期节目会请金俊上来。单律的电脑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秀贤被捕的新闻，他走进暗室，屋里到处都是秀贤的照片。秀贤曾在节目中说过要好好保护家人，但在此之前，单女也有过完美的家庭，还有爱她的父母。单律固执地认为，如果没有秀贤，一切都不会变。那现在凭什么看他变得幸福？清晨，一男子自称前几天出了车祸，他想找一直把车停在附近的允浩，需要拿行车记录仪。他急着去上班，把内存卡交给了秀贤，两人把事故时间和联系方式记在了照片上。根据这些信息，秀贤回看了录像，其实根本没有车祸。当时佑丽和允浩的对话被录了下来，他提到自己和允浩吵了起来。秀贤还没来得及仔细看，佑丽突然打来电话，出版社误以为佑丽还是秀贤的经纪人，请他转告一声，希望秀贤能继续写书。外面的喊声吸引了秀贤的注意，看到邻居的孩子西才倒在地上，嘴角泡沫直流，秀贤及时施救，救回了西才一命。秀贤和邻居一起把西残送回家，看到桌上的一张照片，
照片是邻居第一次出国时和西残的合影，和允浩出轨的照片时间相同。他明明那时候不在韩国，为什么还要撒谎？照片里的女人根本不是邻居，他没有多做解释，只说自己有难言之隐，谎言是为了保护西残，所以才撒了谎。允浩一直在调查金俊，这样的人绝不能当总统，一旦出事，他竟然能狠心把西财当人质，逼邻居背黑锅，替他扛下所有罪责。邻居之前联系允浩，只是为了讨论金俊的事情。照片中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？他不愿意说，没告诉秀贤。金俊答应参加允浩的特别节目。与此同时，允浩收到了一份调查报告，确认了火灾幸存者的真实身份，同时得知单律其实是律师的孩子。他急忙赶往废车场，在少女桌子上找到了一些文件，这下清楚了，他就是那个寄照片的人。秀贤仔细思考邻居说过的话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是不告诉我那女人是谁。他拿起了那张男人的电动车照片，这幅画描绘的是弗朗切斯卡和保罗，画里的男人被两个最爱的人背叛了。秀贤回想起那个清晨见到的男人，原来是夏绿的同事，他到底想暗示什么？秀贤走进佑丽的奢侈品店，他把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插进了电脑。那个夜晚，佑丽碰到了云豪，这时一个女人来敲门了。佑丽一看到他的脸，幼时的痛苦记忆瞬间涌上心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女人一点都没变，佑丽依然逃不出他的掌控。而这个女人能找到这里，还要多亏了全山绿的指点。与此同时，秀贤听到了也像林允浩所说的话，难道我要告诉秀贤，你其实就是那个和我有染的女人吗？原来这就是事实啊！秀贤被两个他最爱的人背叛了，姐姐在复兴，妹妹趁机和姐夫混在一起，他完全忘了小时候是姐姐把满身伤痕的他捡回来，还贴心的为他穿上鞋子，并把他带回了家。从小他就在母亲的打击下长大，尤丽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伤痕累累。尤丽在秀贤家里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温暖。那时候他会真心为秀贤的升职感到高兴，他会发自内心的为他祝福。秀贤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他们还是亲如姐妹，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，没想到他背叛了自己的姐姐，和姐夫搞上了。生母突然上门，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打斗。秀贤妈抱住了受伤的佑丽，斥责生母不配当人，发誓会把佑丽当自己女儿一样照顾终生。生母却觉得可笑，她慢慢走到佑丽身边，给她塞了一张照片，冷笑着说这是她的女儿，继承了她的作风。生母洋洋得意地走了，单女从她手里拿了一笔钱，还拍下了秀贤呆滞的样子，把照片发给了允浩。佑丽反复回想生母说的话，拿出那张照片，照片上清晰地印有她的正脸。她把照片揉成了一团，极力忍住即将爆发的恐惧。允浩急匆匆赶来，正巧遇到离开的生母。山驴见此情形，不屑地笑了，好像在说这是你们应得的。秀贤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尤里也是心惊胆战，不敢解释。秀贤冷静下来，喊了妹妹的名字，告诉她不用想解释了，因为她和于浩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。秀贤最不能理解的是，佑丽怎么还能若无其事的在她家里生活？她是想当什么都没发生吗？秀贤坐回车里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。他最疼的人是佑丽，出狱后最想做的就是见到她。他们还一起穿着姐妹款的高跟鞋，把自己的脆弱完全展现出来。因为佑丽在秀贤心里是最棒的礼物，没想到最后换来的是背叛。也许事情就是这样，当初的爱有多深，现在的痛就有多深。远处的山绿看着秀贤痛苦的样子，心里既痛快又忍不住红了眼。他强忍着情绪，去了和朋友约好的烧烤店。秀贤的痛苦反而让他胃口大开，他们约好今晚要喝个痛快，但纸醉金迷之后，单女还是感到空虚。听着允浩解释，秀贤觉得胃里翻江倒海。他把结婚照摔在地上。这几年建宇去世，自己又坐牢，他本来已经疏远了允浩，但允浩坚持留在他身边，口头上说要永远在一起，实际上却一次次伤害他。让秀贤最痛的不是巨人的背叛，而是他还想为了他们继续努力活下去。事到如今，道歉或愧疚都太迟了。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，他拿出那张皱巴巴的照片，妄想通过拍摄日记来逃避。那时候我出神了，秀贤不想拖累允浩，所以提出了分手。允浩在酒吧里痛饮，借酒向佑丽倾诉心声，不知是出于怜悯，还是早有情愫。佑丽不自觉地抚摸着允浩的背，那之后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清醒时，女孩还在沉睡。佑丽对昨晚的行为感到后悔，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她给亲生母亲打了电话，质问那张照片是怎么来的。正好秀贤来访，神母匆忙挂断了电话。尽管感到被佑丽背叛，秀贤还是保护了她，警告母亲不要干涉个人私事，也不要试图用一张照片威胁尤丽。然后秀贤和山绿相见，山绿带他去了湖边，
那里非常安静，很少有人会去。单律曾想过在那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直到他读了秀贤的书，书中有句话，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，就应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单律的信念是为父母复仇，秀贤经历了那么多痛苦，当然能理解，但即便时间倒流，他仍然会毫不犹豫地亲手复仇。曾有人说，在秀贤坐牢期间，单驴就已经开始注意他。于浩找到单驴在废车厂工作的地方，问他究竟想用那张照片做什么，但单帅却坚持，他故意选用了不露正脸的照片，目的是不让于浩去求秀贤原谅，然后快速结束这一切。这只是复仇计划的一部分，未来还有更多惊喜等着秀贤。于浩气愤地想动手，但想到单驴也失去了亲人，他举起的拳头始终没能落下。最终，允浩只能留下一句请求，求他放过秀贤，即使是向自己复仇也行。单驴去医院看望母亲，给他带去一双高跟鞋，想唤醒母亲，希望醒来后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去野餐。秀贤的泪水和母亲流过的泪水都不算什么，他还要承受更为可怕的代价。但项链却没被注意到，昏迷的母亲流下了清澈的泪水。金俊狡猾过人，他逼邻居出国，实际上是想栽赃嫁祸。于浩打算在下次采访金俊时揭露他的罪行，这样一来不仅让他落水，还能确保邻居安全，一箭双雕。同时，金俊正在查看最近的行程安排，得知他将参加新闻节目，他递给助手一张照片，走出了办公室，只听到金俊在对秘书大声吼叫。秀贤考虑了很久，最终决定约佑丽见面澄清一切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他会原谅，佑丽依然是他的妹妹，但只能是妹妹，别无其他感情。不打算让佑丽离开，只是怕母亲知道真相后会崩溃而已。听说秀贤没怎么难为佑丽，单女心里不太舒服，决定对她最亲的人采取行动。手头的信封将是打败那人的有力武器。不久后，秀贤联系不上母亲，焦急地赶到烤肉店，店里一片混乱，却找不到母亲。秀贤又打了电话给母亲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单律的声音。秀贤到医院的时候，单律已经不见踪影。幸运的是，母亲只是轻微脑震荡，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这时，电视台正忙着准备采访节目，邻居整理完金俊的文件，准备前往现场。金俊看起来很镇定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商友敲响了单律的门，进去寻找线索。秀贤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愤怒充满了他的心，情绪即将爆发。他让佑律好好照顾母亲，自己则在单律必经的路上等着。单律一看到他，竟然猛地踩下油门冲他而来。这一切的起因还要追溯到不久前，秀贤去飞车厂找单女，但并没有看到她。于是秀贤转往单女的家，门微微开着，他的脚步声吓到了上游。上游躲进了另一个房间。秀贤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室，他看到墙上贴满了自己和家人的照片资料。秀贤这才意识到，圣女为了这场复仇费了多大劲。那一刻，他真的慌了。金俊作为特邀嘉宾，按时来到了电视台。在这之前，于浩他们三人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他们决心一举拿下金俊。按照计划，于浩会提问关于金俊名下的准圣慈善基金会是否有秘密筹集资金，只要那位美术馆馆长一出面作证，金俊肯定完了。但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，刚出门就被金俊的人包围了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金俊让允浩看了张出轨的照片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结果允浩根本不敢问那个问题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金俊继续伪装，继续扮演民众心目中的伟大领袖。这一仗，金俊赢得彻底，那位邻居成了背叛者。他满头大汗，听着金俊的怒吼，被吓得直接跪了下来。金俊不再掩饰，直言不讳地摊牌了。如果他和孩子阻碍了路，他们的下场就是被碾碎的虫子。单律穿着正装，和君君在酒店前碰头，他们要见的是几个老面孔，那些言辞犀利的律师，掌控命运的法官，以及手握重权的检察长。他们都曾经处理过单律8号案件，同时也深耕于京剧界，可以说场内的每个人都不简单。这个夜晚，两人心情大不相同。秀贤凝视着墙上，不停地回放着自己的录像，还有桌上全家福，真不知道是该恨还是该感到愧疚。单律把一瓶酒洒在四周，想起母亲曾劝他放弃仇恨，毕竟秀贤也有一段悲苦的过去。但直到今天，他还是不明白这种深仇大恨该如何释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单律恰好遇见了秀贤，他踩下油门直直冲过去，却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。他劝秀贤多想想仍在昏迷的母亲，而不是固执地追求复仇，因为他的母亲金英敏的车祸并非偶然，而是一起人为的事件。幕后黑手是谁？他们为何这么做？将来还会不会有其他动作？不妨先弄清楚这些问题，再决定要不要复仇。这番话让单律心神不宁，他感到一种被摧毁的暗示。
直觉自己力气全无，夜里忍不住反复思考，秀贤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。秀贤回到了医院，佑丽发来消息告诉他，于浩也来看望了母亲，两人在医院走廊偶遇，他们曾经深爱彼此，现在却像是陌生人。秀贤没有再多看他一眼，不想再说一个字。这些心疼的无辜母亲，因为自己的事变得这么安静又痛苦。允浩的事情在圈子里传开了，也传到了允浩妈妈的耳朵里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他劝儿子赶快离婚，同时也补偿了秀贤。允浩曾经说过，秀贤是他的唯一，没有秀贤他就活不下去，还多次因为他跟母亲顶嘴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肮脏的事？难道不感到羞耻吗？秀贤的妈妈很快恢复了清醒，她一字不提她听见了什么，看见了什么，眼神躲闪，但依然心疼女儿。佑丽在门外站了很久，始终不敢进去。面对他们，秀贤询问原因，他坦白说母亲晕倒跟他有关。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回到烤肉店帮忙，母亲问他是否背叛了最爱的人，给他的那张照片是什么。母亲的语气很平静，但越是平静，内心的忧虑就越大。即使他什么都没说，母亲已经猜到了真相。佑丽下跪求原谅，一边是心爱的女儿，一边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养女，两边都是他深爱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母亲的心都会疼。那之后的情况，按计划，山绿来到烤肉店，他原本满脑子都是摧毁秀贤一家的快感，想着会有多痛快。但当他走进烤肉店，看到秀贤的妈妈在哭，心里还是不忍心。就在那一刻，秀贤的妈妈突然昏倒了，他立刻抛开了所有恨意，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在救她的同时，山绿仿佛也在救自己的母亲。她其实不是坏人，尽管秀贤的妈妈只是个烤肉店老板娘，她对她总是很亲切。曾在一个雨天，她喊了他一声儿子，为他撑起了伞。那一声呼唤，是否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急需的母爱？允浩的公司团建，他显得格外不合群。同事们多么喧闹，他的脑海里全是秀贤决绝的神情。允浩知道秀贤不想见他，发了条短信说最近不会回家。秀贤面无表情，他记得在医院听护士提起，送秀贤妈进医院的正是全善绿。他本来迫不及待，想看秀贤崩溃的那一刻，为何他会伸出援手？善绿工作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他像疯了一样冲出废车场，在公路上飞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再快一点。过度运动，心脏剧烈疼痛，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好不容易赶到了病房，但还是来晚了。直到最后，他都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，憋了很久，最后只留下一声对不起。但母亲已经听不到了，还整理了金英敏的遗物，里面还有他生前用过的手机，这成了山绿最后的记忆。秀贤接到消息后赶到了葬礼现场，三驴不领情，质问他是不是来看笑话的。秀贤转身就要走，三驴快步上前，紧紧抓住他的手。他的母亲刚刚去世，第一个来祭拜的竟是他的杀父仇人。看着秀贤流下2行泪，三驴内心复杂，他冲上前抓住秀贤的手，因为半小时前他听到了母亲手机上的录音，知道了秀贤杀父有隐情。小女慢慢松开手，却始终说不出话来，眼睁睁看着秀贤离去。夜晚，秀贤回到家，允浩整理了一堆资料，见到秀贤后，慌忙又把资料藏了起来。单绿是造成2人儿子死亡的罪魁祸首，两家都有血海深仇。允浩质问秀贤为何还去葬礼，他的出轨在秀贤心中仍是个痛。现在面对面谈话确实不合适。佑丽在店里待了很久，回想秀贤刚当上教授的时候，教导着他的学生们要活出自己的意义，自信自己的价值胜过任何人。那时候他还是律师餐馆的服务生。秀贤握着他的手，自豪地介绍，那份温暖的感觉仿佛就在昨天。亲家母特地来看望秀贤妈，她希望劝秀贤不要离婚。秀贤妈问亲家母，如果秀贤是她的女儿，她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？亲家母无言以对，内心挣扎后坦白说，如果她是母亲，她也会支持秀贤离婚，但因为允浩是她亲生儿子，立场不同，选择也不同。秀贤明白母亲一直在强撑，特地带来礼物让她开心。提到送她去医院的单女，才知道单女一直在餐馆吃饭，说是秀贤妈做的大酱汤，味道和单女母亲的很像。在好友和金俊的帮助下，单女带着沉痛的心情为她母亲办了葬礼。金俊临走前特地询问金英在临终前是否清醒过，有没有留下什么奇怪的话。得知自己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，金俊似乎感到一丝宽慰。上律突然要求调查母亲车祸真相，金俊感到意外，嘴上说支持他，但回到车上却吩咐秘书要密切关注上律的行动。上律目送他离开，眼神中透露着难以察觉的仇恨。最后一个情人去世了，仿佛秋光中的山色，探索活在世上的意义。好几天都这样，
他把自己锁在家里，什么也不吃不喝，一遍遍听着妈妈手机里的录音。那一天，靠金俊帮忙，父亲才幸免于牢狱之灾。妈妈问起失去孩子的秀贤该怎么办，父亲却毫不关心。后来秀贤来找他，父亲诬陷他只是为了钱，纠缠不清非常激烈，深深地伤了他的心。他被迫亲手为孩子复仇，这一过程都被电话那头的妈妈录下来了。妈妈劝善绿不要恨秀贤，但他决定放弃未来，从韩国的大学退学，成了金俊的走狗，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让秀贤尝到同样的绝望。但现在是他错了吗？思考了很久，天从黑到亮，又从亮到黑，海鸥来找过好几次，善绿一直不开门，直到他听到秀贤在门外的声音，才鼓起勇气去见他。像往常一样，秀贤带来了晚餐。善绿的心情就像秀贤曾经的经历，他提醒善绿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不应该沉溺于悲伤。他已经查到了一些内幕，只要善绿好好过日子，他会告诉他所有的真相。秀贤又回家了，透过玻璃看到妈妈难过的身影，决定还是不进去打扰她。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情，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让她好好休息一整天。秀贤今天带妈妈出去逛街，还陪她做了美甲，带她去了平时不会去的烤肉店，就好像那些烦心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母女俩的相处变得又温馨又惬意。然后他们去了一家西餐厅，这家餐厅对秀贤来说意义非凡。他的第一本书出版那天，秀贤和允浩曾在这里约会。事到如今，秀贤不打算再隐瞒了，坦白告诉妈妈，那天送他去医院的善绿其实是他仇人的儿子。但妈妈最在意的是，秀贤早就知道真相，却还是选择了自己承受这一切，背着沉重的负担，日子难过。在感觉到孤立无援的时候，秀贤是否感到害怕，是否感到恐惧？而她作为母亲却一无所知。睡觉时，母女俩紧紧抱在一起。妈妈思考了很久，劝秀贤不要再恨善绿，她也是一个可怜的人。秀珍忍不住感到内疚，决定对太后坦白。她原本是想接近她的司机来报复秀贤，其实太后无意中听到了秀珍和善绿的通话，早就明白了所有的缘由。但这几天的相处，她已经真心实意的付出了，所以不管是否被利用，她都甘之如饴。善绿给秀贤打了个电话，播放了父亲去世那天的录音，问秀贤为什么对他这么好。在失去孩子后，秀贤在监狱里待了7年，每一秒都在痛苦中挣扎，并且一直无法放下仇恨。但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，仇人也有自己的家人，他们应该是清白的。善绿也告诉他，在监狱里他早就见过秀贤，也知道他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。他们俩本是相同的，但善绿却选择了忽略这一点，至少这样他才能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才能不至于生不如死。记者发来了金英敏车祸现场的照片，秀贤开始追查线索，找到了曾为金英敏辩护的律师。根据他的描述，是司机超速了，刹车痕迹离事发地点很近，说明司机看到了被害人，但是却在撞上人之后才刹车。刹车痕迹显示司机没有打算转弯，刹车轨迹是直线，有很大的可能是司机故意的。善女回到家，立刻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家里的一些小装饰似乎被动过。她叫来朋友仔细检查，但没有找到任何监控设备，这意味着入侵者其实是来寻找某些东西的。秀珍回忆金恩敏去世前对她说过的一句奇怪的话，像是梦醒时分的胜利。她立刻意识到葬礼那天的事情，金俊为什么要问她妈妈说了些什么。她给秀贤打了电话，秀贤也查到了关键信息。车祸发生那天，司机在现场等了很久，看到金英敏后突然加速冲了过去。善绿也想到了，肯定有人在背后操纵，这人非金俊莫属。善绿早有防备，拿到金俊的文件总会做好备份。她还曾警告金俊，绝不会原谅那些伤害她父母的人。金英敏多次劝她丈夫不要对秀贤太残忍，丈夫被杀后，她还告诫儿子不要怨恨秀贤。为了保护秀贤免受牢狱之灾，她威胁金俊，结果被无情碾压。金俊突然改变态度，站出来公开支持善绿，说善绿就像自己的亲儿子，发誓要帮他讨回公道。不久，肇事司机消失了，金俊怒斥这世道不公，加害者未受惩罚，无人知晓。司机一家正准备潜逃，金俊给了他们好处，替他那长期病榻的儿子提供治疗。手术前夕，孩子不幸去世，司机悲痛郁结而亡，只剩妻子在天桥上卖杂货为生。秀贤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，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。金俊用自己的基金帮助弱势群体，收到了很多好评，伪装的相当完美。同时，他得知秀贤正在和善绿密谋，派秘书去阻止。律师把车祸案的资料发给了秀贤，包括肇事司机的辩护律师，还有审理该案的法官等人。这些人以前都处理过秀贤儿子的案子，案件结束后，他们都换了工作单位。他们的律师事务所
还和准生基金会签了合同。秀贤回家时，看到允浩在藏东西，那是一份详尽的调查，关于金俊的资料，涉及秀贤儿子案件的相关人员，基本上都是金俊的心腹。这意味着，允浩曾怀疑过真相，甚至差点找到真凶。但为什么他突然停止了？允浩解释说，之前力量太小，不足以对抗金俊。但关乎孩子的事，允浩曾亲口承诺要查出真相，还秀贤和孩子一个公道。他不是随便放弃的人，难道还有其他隐情？和秀贤告别后，允浩约见金俊，他态度大变，主动表示要加入金俊阵营，愿意提供人脉帮金俊获取更多支持。这对金俊来说是赢得选举的关键。如果需要，他会把敌人留在身边；如果没用处，哪怕是朋友，也会被他无情踩踏。虽然对允浩态度转变有所怀疑，但好处大于坏处，金俊还是决定和他合作。单绿拿着崔议员的绯闻照片来找他，提议一起合作。之前一直为金俊效力，搜集了不少对手的破绽，单绿都备份好了。他能帮金俊成为总统候选人，当然也能让金俊下台。允浩遵守了约定，在电视节目中大力宣传金俊是实力最强的候选人，明确表示要支持他。被背叛的上游怒火中烧，骂他是伪君子。收到风声的金俊假惺惺的问候，说不想看到朋友受伤，还鼓励允浩继续支持他，再说一些高丧定的话。允浩心里明白，金俊还是在防备他，否则不会24小时派人监视。秀贤整理了目前的所有线索，在儿子入狱的案件中，金俊让人伪造了证据，长期让整个律师团为他服务。律师涉嫌的贪污和金俊有关，他还试图杀害金英明来掩盖真相。关键是他还利用基金会和情人转移资金，种种罪行，法律难以追溯。母亲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平板电脑，但秀贤和他都没头绪。出生时偶遇邻居，在金俊的威胁下，邻居决定替他背黑锅，并逃往国外。秀贤正在调查金俊的事情，邻居劝他别再继续了，否则最后肯定会受伤。但在这个世界上，哪有妈妈害怕因为孩子受伤呢？这话好像打动了邻居。临走时，他特地去找秀贤。事实上，在靖宇出车祸那天，他拍到了靖宇带着平板电脑跑出来。秀贤向允浩询问，靖宇的遗物中并没有那台平板，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，但人却消失了。上律曾提到，金英在临终前提到过那台平板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上律在听母亲留下的录音，回忆起出事前几天，他把最珍贵的项链交给了自己。录音中有一段，父亲不断问母亲是否把东西收好了。他很快见到了秀贤，两人交换了各自的线索。他们打开了金英敏留下的项链，里面确实有一张内存卡，内存卡里保存着一张典当收据，典当的正是那台平板。秀贤立刻赶往目的地，山驴紧跟在后，途中发现金俊的助理在跟踪，山驴突然刹车，堵住了他的去路。与此同时，尤里接到了秀贤妈的电话，他热情地邀请他去店里坐坐。秀贤妈似乎忘了这几天发生的事，记忆还停留在事故前。尤里感到无助，他立刻给秀贤打电话，电话却没人接。回到店里后，发现母亲不见了。他跑到那个公园，那里曾发现建宇的尸体，一次又一次呼喊外孙的名字，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心里又是一阵剧痛。秀贤在当铺赎回了建宇的平板，平板里保存着他小时候的照片，还有他提前录制的给秀贤的生日祝福。在那之后，建宇把家里的狗赶出了门。突然一声巨响，画面突然变暗，黑暗中两个人在窃窃私语，还夹杂着建宇的抽泣声。上力也听到了平板里的录音，原来真正的肇事司机是金俊，那时他正要成为总统候选人，一旦事情曝光，他的仕途就完了。他不允许任何小人物阻挠他。山绿爸自愿替金俊背这个黑锅，并处理了未完的牢狱之灾。作为交换条件，金俊要为山绿找最好的医生，治疗他的心脏病。他要为去世的孩子讨一个公道。有人冲上前来踢烂了展板，还往孩子的纪念地扔鸡蛋，只因他们得罪了当前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。7年前，这位候选人金俊醉驾，低头看手机时撞到了建宇，他没有立即救助，而是把建宇藏在车的后座，随后通知了一直为他效力的律师。律师的儿子单绿心脏有问题，被送进了加护病房，找不到合适的心脏进行移植，单绿的生命垂危。金俊成了律师最后的希望。金俊不停地怂恿他，只把他当成脚下的小虫子。汽车后座传来哭喊声，一个母亲的孩子让律师良心发现，但他自己的孩子怎么办？临走前，妻子恳求他一定要救单绿。律师压抑良心，拿走了贱人的平板，主动帮金俊收拾烂摊子，声称自己是那场酒驾事故的始作俑者。所有真相都在平板的录音里，秀贤和单瑞都听到了。单瑞这才明白为什么母亲总是劝他不要怨恨秀贤，他误会了仇恨的对象。
对一个无辜的母亲施以毒手，却对真正的敌人俯首称臣，祸不单行。秀贤的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医院也无能为力，只能依靠药物来缓解症状。他无法放下独自承受压力的秀贤，在医院外偷偷擦眼泪，只希望能再坚持一段时间。但事故总是突如其来，回程的路上，他在街头巷尾游荡，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。佑利好不容易找到了母亲，清醒后的他只担心秀贤知道自己患病后会更加压力山大。单律回到废车场，往旺盛的火焰中添了柴火。他曾向秀贤描述过双鱼座，那是母子为了不错过对方而紧紧相依的样子。这些年来，他因为母亲的事心里非常痛苦，渐渐的这种痛苦变成了怨恨。但他忘了，失去孩子的痛苦也是难以言说。早上，单女骑着摩托车，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京剧的话，只是个虫子，才死就完了。他走到了海边，凝视着汹涌的海浪，却始终没勇气迈出脚步。金俊在为允浩铺路，这也方便他更好地辅助自己，给他介绍政界的重量级人物。临走前，不安地警告允浩要管好自己的妻子。单律在海边的酒吧里痛饮，电视上对京剧的批评让他感慨万千。他是民众的选择，选举成功近在咫尺。单律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和身边不明真相的人发生了争执，结果被人压在地上狠揍了一顿。人少势孤，他无力反抗。他是在憎恨自己的无能，还是因为自己的存在阻止了无辜的剑雨的生存，还是恨父母的选择让本不该伤心的人承受了痛苦？圣女轻轻清理墓碑上的血迹，坐在那里沉思良久，暗自发誓一定要为景云讨回公道。秀贤沉沦了一整夜，终于明白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是要为剑云讨回公道。他整理了手头的资料，去了律师事务所对金俊提出控诉，但对方实力太强，秀贤可能要对抗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众。这几天他一直很害怕，回忆充满痛苦，夜深了才敢回家。单女一直在后面默默守护。秀贤注意到单女走了上来，终于说出了那句迟到的道歉，但始终秀贤从没有责怪她。或许单女是受益者，但秀贤相信她并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。同时，秀贤希望能回到法庭判决的那一天，好好向逝去的父亲的仙女道歉，因为无论如何，失去亲人，那痛苦是挥之不去的。控诉京剧的会议即将开始，京剧不会坐以待毙，立即召集了澄清会。无数记者聚集在会议厅，闪光灯照亮了那张魔鬼般的脸。秀贤的控诉会场只有2个人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镇定地揭露了死亡的真相。事后，秀贤才得知，京俊的竞选团队对媒体施加了压力，任何参加秀贤控诉会的，都将公开与京俊为敌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曾发誓全力支持秀贤的允浩，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偷走了关键的证据。京剧愤怒地摔碎了平板，没了原始证据，任何副本都无法成为法律证据，这让他对允浩的信任增加了。允浩回家后，成人拿走了平板，劝说秀贤不要与金俊对抗。虽然他说的全是真的，在金俊的压力下，却没人敢支持他。允浩早已看透这一切，他不在乎别人说他是糟糕的父亲，只想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秀贤陷入困境，如果金俊一次又一次的阻挠他，他应该怎么应对呢？单律在烤肉店瞥了一眼，放下果篮准备离开，但是秀贤妈妈打开了门，热情地邀请他进来，还有热腾腾的饭菜。秀贤妈妈问单律，他明明没错，为什么还要受苦？听起来像是责备，每个字都透露着关心。秀珍和朋友试图联系准圣基金会的受害者，但他们都不敢对抗京剧，一个个拒绝提供线索。有的受害者表面上接受资助，实际上只能在歌舞厅勉强为生；有的担心孩子再次受到威胁。秀珍他们费了好大劲，才说服了一少部分受害者聚集，他们都害怕京俊的报复。项羽却说，他的父亲按照京俊的命令，毁了一家人的幸福。随后他的父母双双遭难，虽然不知未来会怎样，但他决定全力以赴对抗京俊，哪怕只是为了将来不后悔。他的话感动了犹豫的人们，他们纷纷签字同意合作。法庭试图拖延时间，秀贤的申请没被接受。单律把受害者的陈述文件交给了秀贤，帮他一把。单律突然提起，他非常敬佩秀贤，秀贤总能找到正确的路径，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。秀贤回到了妈妈家，却没看到她的身影，家里乱七八糟的。秀贤在周围寻找，只看到一只鞋子倒在路边，这情形和之前寻找静雨时一样，他感到很不安。幸运的是，在公园里找到了母亲，他不停地念叨着剑雨的名字，说他不小心把剑雨弄丢了。秀贤才明白，原来妈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哄妈妈睡觉后，秀贤在床边守着，半夜醒来的妈妈含笑看着他很久，
金俊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，已经达到了47%，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都在30%左右。克服恐惧，放松一下，利用过去的人脉，重新举办了一次见面会。面对台下为他欢呼的媒体，秀贤宣布要重写一本书，书的背景是剑宇的案件。利用这些信息，他告诉大家真凶是金俊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警方不得不重新开始调查。媒体纷纷前来，要求警方公布调查进展，但允浩还是不愿意草率行事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他坚决地加入了金俊的团队。金俊大声向公众宣称，郑秀贤的指控全是无中生有。他表面上看似镇定，但秘书告诉他，警方已经通知他去接受调查。事态迅速升温，秀贤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，他们在帖子下纷纷留言，大家都支持秀贤伸张正义。金俊开始坐不住了，一气之下对秘书大打出手。令金俊更惊讶的是，最近其他议员也有所行动，这些人以前都是单律的下属，专门负责监视。金俊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命令秘书查看单律父亲的通话记录，然后伪造了一份证据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虚情假意地请求公众不要因为秀贤的污蔑而责怪他，还发布了单女爸临终前的录音，试图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舆论立刻反转，大家开始同情金俊，认为单女爸是替他背了黑锅，而秀贤则被看作是想要抹黑金俊的小人。秀贤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考虑到母亲的安全，秀贤把他送到乡下老家避风头。另一方面，母亲找到了允浩，看到他现在只能住在酒店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但更让他伤心的是，自己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儿子竟然背叛家庭，投靠了敌人。作为允浩的母亲，她实在说不出那些狠话，只好一次又一次真诚地劝说单律，不能让金俊随意操纵，带着绝死的决心找上门来。金俊见到他也不慌不忙，单律还只是个毛头小子，虽然想杀金俊，但他还需修行几百年，他不会放过任何阻碍他的人。保镖赶到，狠狠教训了单律一番，一拳又一拳，打得单律直不起腰来。而录下单律想杀金俊的录音，现在握在他手中。秀贤在最显眼的地方放了展板，呼吁大家认清金俊的真面目，但有人却认为他幻妄想症，或认为他在卖书作秀。允浩的妈妈来到现场，递给他一个暖宝宝后默默离开。受过秀贤帮助的人都在支持他，尽管有人试图删除赞扬他的文章，甚至雇佣水军来抹黑秀贤，真正了解秀贤的人都愿意站出来支持他。在寒冷的冬天一起示威。深夜，单驴带人前来帮忙，秀贤以前的学生、剑和幼师的朋友都来了。秀贤这才明白，他从未孤单一人。人群越聚越多，队伍逐渐壮大，民众的力量真能撼动大树。没想到于浩竟然发布了新闻，公开了惊人的杀人录音。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忍耐伪装，和单武彻底决裂，只是为了瞒天过海。他们早已与单律携手。金俊蜜雪知道单律手中有众多证据，即便是结束金俊的生涯，录下了所有关键证据，其中包括金俊承认谋杀的视频。允浩给金俊的录音其实是假的，真正的平板他偷偷藏起来了。现在轮到金俊尝尝被众人唾弃的滋味。节目结束后，允浩提交了辞职信，回家路上一直在思考秀贤的话，他是个为正义不顾一切的人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媒体全都偏向秀贤，警方以谋杀嫌疑逮捕金志，一切已成定局，再反抗也没用。金俊所有肮脏的行径都被揭露，与他有关的人都被捕。邻居返回韩国，作为关键证人对金俊致命一击，曾承诺会报答秀贤，他也做到了，站在正义的一方，承认之前故意接近秀贤，想让他也尝尝相同的痛苦。单律一直以为杀害他父亲的应是恶人，但秀贤是让他第一次体会到好日子的人，干涉了他的生活，让他吃得好，并确认了他的伤痛。单律终于醒悟，明白真正的罪人是别人。法庭最终宣判，金俊被判无期徒刑，事件终于尘埃落定。就像上次一样，秀贤并没有急着离开，站在空荡荡的法庭里，他仿佛又看到剑宇回到他身旁，轻轻地给他手上的伤口吹气，问他伤口还疼不疼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或许不会再见面了。秀贤向允浩坦白了一切，他看过了监控录像，那天他确实没把门关好，这才让金宇跑了出去。允浩之前在金俊的办公室也看到了这段视频，视频内容一样，他担心秀贤知道真相后会崩溃，所以宁愿被金俊控制。金俊还不死心，不断地提起上诉。他觉得即使世界上没有他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，但除了他之外，还有更多更好的人。即使金俊不倒也没关系，因为从现在起，他将面临无尽的审判，监狱将是他的最终归宿。在单立的人生里，秀贤是很好的导师，而单立也是他的引路人。或许现在他们才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们都可能在人生路上迷失方向，
丢失重要的人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，心中的痛苦总是难以抚平。那些逝去的人已经离开，而我们还在继续生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爱会消失，只是我们要带着他们的一部分，勇敢地继续前行。